我是男同志，我是男同志。也不是这样，他是蔡依林的粉丝，他的每一首舞都跳得非常好。好，我大概可以感受到小智长什么样子。如果他是 Mr. Girl 也 OK 啊，但是你懂意思吗？他是 Mrs. Right。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我是你们沈老师。今天特别来宾是怡君。Hello， 大家好。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怡君是一个混血儿，她的出生背景蛮特别的，要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妈妈是外国人，她是巴拉圭国籍的拉丁美洲人。然后你呢？我是一个正统的台湾女子，你们是混血儿。你爸爸是正统的台湾人，对不对？所以从小长大呢，你有学西班牙文还是什么的吗？认真来讲没有，因为你妈妈有试着教你说西班牙文，可是你学不好，对，学不会，因为没有那个环境。你希望有一天会学西班牙文吗？可能明后年吧。我很好奇，就是因为你们家就是一般传统的台湾家庭，然后妈妈是一个外国人这样嫁进来，你们家对于妈妈的这个背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对待方式吗？没有其实他们的结婚蛮有趣的，就是我爸其实只是知会奶奶，他某一天要结婚，我奶奶只是到了现场，哇，这是他新妇，然后是个老外。对，然后不知道哪里来的漂亮女子，这样，因为你 get married， 差了大概10岁，13岁。OK， 所以怡君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长大，然后爸爸在高中的时候也过世了，那现在就是跟妈妈2个人相依为命的生活。怡君也是庄敬表演艺术科毕业的，对不对？对，第3届。那庄敬是一个同志友善的环境吗？我觉得非常友善。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因为同学们的互动之间，即便是男生喜欢男生或女生喜欢女生的这样子的同学组合，老师也不会就是去反对或责骂或者是惩处。所以你的同学们就很大辣了，告诉大家说他们现在在恋爱或干嘛的，对，在学校会做出一些亲密的举动也是 OK 的。对，拥抱啊，甚至很明显的亲吻。我之前在节目中讲过，好像活在一个同温层里面，就我身边都是同志友善的，就是说我觉得可能跟戏剧有关，戏剧是不是就是同志友善的圈圈？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性别上的限制，就是大家都很相处自在吧。好，那你在高中有没有什么同志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的？我有个非常厉害的同学，他叫小智。那他其实是从华冈艺术学校转学过来的一个同学。那他表现得很自在，然后很自信，然后很表态的自己是一个男同志。他要怎么告诉你啊？天天就说我是男同志，我是男同志。也不是这样，刚好我们那时候戏剧组分了2个班，他是另外一个班的同学，然后我的同学介绍这位转学的同学给我认识，说，他这个人很厉害，就是很会跳舞啊，很自信，很自在。所以你一开始认识他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同志，对，因为他表现很外放的同志，外向。我猜你刚刚说很会跳舞，对不对？他是很会模仿女明星跳舞还是干嘛的？韩团什么之类的？他是蔡依林的粉丝，他的每一首舞都跳得非常好。好，我大概可以感受到小智长什么样子。好，那小智因为很会跳舞，他会参加什么比赛或干嘛的吗？有哦，因为我们是戏剧组嘛，我们就那时候有一个，反正就是代表学校去比赛，各个学校反正有表演艺术科的学校，那他们组了一个团，从台北县一路比到了一个全国冠军。哇，好厉害哦！直接是一个庄敬荣誉回来的一组别，这样 Okay. 干掉全台湾的戏剧学校。怡君很好奇，就是你第一次认识这个同志的朋友之后啊，你那时候有想过说，为什么他们会变成同志？为什么你不是？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异性恋的？因为我喜欢男生啊。你觉得这是可以改变的吗？我有一个女生同学，她本来是一个异性恋，但是她毕业之后，她突然变了女同。但这个中间我不太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若干年之后，她真的现在是结婚，但她是跟异性恋结婚，然后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宝宝。所以你在讲的这些话，就是说性别是流动的，对，那个性向是流动的。对，你自己忠于你的心，你不会受到性别上的限制。有一天你碰到一个你很喜欢的人，很有才华，或你很欣赏他的人，他也对你非常的照顾跟呵护，然后他就偏偏是个生理女，你觉得这不可能会发生吗？还是你会排斥这件事情？其实也不会排斥，但他可能不会是我的结婚对象了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不结婚，就超过年纪就不结婚，一生很自在的过完这一生。对，就是要遇到那个生命中的 Mr. Right。如果他是 Mr. Girl 也 OK 啊，但是你懂意思吗？他是 Mrs. Right。Sorry， 反正英文太烂。反正我意思说，爱是对我来讲是没有性别或没有国界或者是年龄差距的啦。好，刚刚讲到一个很重点，我很想问一下怡君的，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才大3，对不对？
然后他说他经历过什么台北县、新北市，就是为什么可能呢、你这么年轻哎、你现在几岁？我现在不是我同学的年纪，我是34岁，我是1992年出生的人。所以你现在才大3，对，所以你高中毕业之后，你工作了10几年才进大学，对不对？对，我想要完成我的国立大学的毕业目标，这样。OK， 所以在这13年之间，你做了什么事啊？在高中毕业到上大学之前，我去高中的老师，他有个香巴拉的剧坊跟他一起学习剧场工作。香巴拉剧坊，那是他的团名，剧团团名。好，然后所以跟剧团工作，因为你毕竟是庄敬毕业的嘛，对，就是想尝试剧场工作，所以才要再挑战。就是戏剧学系的考试，然后同时也去做了平面的拍摄或者是广告电影的拍摄，这样子。OK， 在那13年之间，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同志让你印象深刻的？可能是剧场的工作者啊，然后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嘛。然后他们刚好就是一个交往的情侣，然后最终也结婚了。刚好在台湾合法的时候，他们去做了登记结婚，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怡君，你有参加过同志大游行吗？我真的没有，因为我刚好没空。好吗？都这么几十年了，10几年了，就可能每一年都会关注那个啊，新闻不是会有播放啊，然后看着他们在大游行的这个过程是一起很开心的。有空的话去一去，我觉得蛮好玩的。OK， 好，然后再讲回来说，你在认识同志的朋友，他们结婚，对不对？像这种事，你会跟你妈妈分享吗？会。那妈妈说什么？也是祝福啊。所以你妈妈是蛮挺同的啊。如果说应该是说，我知道妈妈是说。他们结婚很 OK， 我很赞成，很替他们高兴。但如果你敢跟女生结婚的话，你马上就打断你的腿。你觉得妈妈会这样子吗？我觉得妈妈到了现阶段，她可能就不要求什么了，就是我开心自在就好了。是哦，还是妈妈说只要那女的有钱的话，一切好说。哎，没有，她还是很希望我自在快乐了。就妈妈希望小孩快乐，对啊，对不对？全世界妈妈，不一定，还是会有一些妈妈是例外，但是真正爱自己孩子的妈妈不会去歧视或者是反驳其他的孩子是不是同志这件事情。我觉得话讲回来好，不要讲你妈妈，讲你自己好了。以后你自己的孩子啊，然后是同志的话，你觉得你会怎么跟你的孩子说？那就同志啊，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伴侣，在一起开心一生就可以了。你真的这么开放吗？我真的可以啊。那怡君，我再问一下，就是你现在上了大学嘛，大3，然后你身边也非常多。台艺大有非常多同志的同学来上过我的节目，你觉得那些同志怎么样？他们也是很开朗、很活泼的，因为台艺大也是一个非常同志开放的、友善的学校，对，甚至学校老师还有是 gay 的。你觉得学校老师是 gay 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很棒啊！为什么？给大家更勇于。就是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出柜的同学，就是他们可能还是比较就看到说啊，你的老师都是 gay， 对，没有，我是说同学们可能会更有一点，还是有一些隐晦的那种心情啦，就是他可能不满跟他自己的父母承认自己是同志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第三者的角度观看，我是觉得那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过程。可怡君是我自己当一个老师啊，就是我刚开始对学生出柜的时候，其实我蛮害怕，就不知道学生会怎么样讲我，跟就是我出柜对学生到底是一个正面的好的例子，还是一个不好的？因为我们学校有很多的同志的同学们嘛，不论是男生或者是女生，或者他有可能是双性，我们可能上课的过程或者是聊天的状况下，那老师可以让大家更有自己的自我认同啊。我刚刚有点想偷笑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学校还有一些其他的同志老师，可是他们没有出柜。OK， 哇！如果从小的性别教育更完善，或者是更正面的去让孩子有一个自我意识的性别认同，或者是意识到他自己可能，假如说男生我喜欢玩洋娃娃的男生就一定是同志，这种东西就不要有了嘛。女生玩车子，她也不一定是异性或者是同性，不要再有这些颜色或者是玩具上面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差别待遇的话，我相信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更开明的一个状况。你这边怡君，你要鼓励同志老师都出柜吗？我觉得自己决定就好了吧，没有什么一定要向自己的家人坦白，或者是他开心就好。他开心就好，他开心就好。对，有些老师也许真还没有 ready。对，等他心情准备好，然后也真的想要坦诚的跟自己的家人去说，我觉得在这样的相处之下，才会是一个好的，比较避免冲突呗。OK， 你在学校同学知道你这个混血儿吗？现在应该知道了。
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告诉他们你的身份？我没有主动，但是因为我在1年级的时候，反正老师希望我们分享珍贵的物件或者是人事物。哦，你在那对，个然后我就浪了我妈妈的照片跟我就是 family 的照片，他们才知道哇哦，一直是混血儿。OK，对，但没有仔细问我说是混哪里国家的混血儿啦。我觉得这可能跟同志没有太大直接关系，但这也属于你自己一个私人的事情。然后你要在什么时间点决定告诉大家，我觉得跟同志出柜的过程有一点点类似。对有一点好 ，OK， 今天非常谢谢怡君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私人的事情，跟他长大中也看得到台湾真的一步一步的同志开放，然后同志的环境中，然后大家也活得很开心。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订阅、按赞、分享。每个礼拜有直播，会回答你们所有留言，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现在老师要跟怡君玩个游戏了，好，抱抱枕头。好，抱抱枕头，怡君要问你一些问题。好，然后如果答案是的话，你就把枕头抱下。 OK 如果是不是的话，就把枕头丢给我。好好不好？同志朋友安慰你的时候，是不是比直男更贴心？是会不会太常和同志混在一起，造成自己的桃花运断掉？是和男同志在一起比和直男在一起自在？是和同志朋友分享秘密会觉得比较安全？是，错了，同志都大嘴巴，你要真的小心。 ？Oh my god，去 gay bar 玩会觉得比较放松。没有去过 Big A 吧，所以好 OK。 ，OK， 同志朋友们都爱自己一点，不是同志朋友们都爱同志一点。我相信世界会更好。谢谢观众，拜拜，拜拜。那叫什么圈啊？舒适圈，这叫舒适圈。同温层哦。那时候新北市还不叫新北市，叫台北县。所以你觉得你也可能会流动吗？不会流动就为什么我没有他流动我没有你不流？我就喜欢男生啊。意思是说，你会希望这些老师都出柜吗？可是问题就是不避讳的去承认自己是同志，或者是不管是女同、男同，或者是异性恋，都更勇于表达爱这件事情。